村中夜晚突然出现一白胡子老人，吓得满村小孩嚎啕大哭，但是大人却怎么都找不到老人的身影。这白胡子老头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又为何会突然现身在这个小村庄呢？探索地下世界尘封之谜，揭开历史层层迷雾，科普古今奇闻。本期九州秘史录就带大家一探究竟。事情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村庄，这时才改革开放不久，村里的人突然发现自家小孩能看见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应声开门的是一位。原来每当傍晚的时候，村中总会有小孩对着某处自言自语，有时是院子，有时是门外的大树下，更有小孩会无缘无故的大哭，在地上蜷缩成一团，像是被什么吓坏了的样子。小孩子们奇怪的举动让大人们下地干活都无法安心。每当大人询问哭泣的小孩看到什么时，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了一个白胡子老人。村里并没有这副模样的人，难道是有人恶作剧？但谁会这么无聊？莫不是小孩子真看见了什么不得了的脏东西了？此后只要天一黑，大人们就把孩子带在身边。虽然不知道小孩碰上的是什么，但是有大人在身边总能安全些。但就算有大人陪在身边，情况也没有好转多少。一家人晚饭后散步聊天，正说着，小孩却突然不动了，直勾勾地看着前面。父母都走出去一截了，才发现孩子还留着后面。他们呼唤小孩快跟上，小孩却像听不见一样。夫妻俩面面相觑，隐约觉得出事了。作为年近40岁的成年人，问他怎么不走了，孩子摇摇头，慢慢抬起手指着前面。父母顺着孩子的手看去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呀。而且小孩指的地方，两人才走过，又折返了一次，什么都没碰见。母亲蹲下身，摸着小孩头，耐心地询问他那里有什么。小孩的回答让两个大人都开始心里发毛了。稚嫩的声音颤巍巍地说，一个老头一直对着我笑，我怕。后面不管大人怎么劝，小孩就是不敢迈腿往前走，最后还是大人抱回家。这回后，二哥一个人怎么照顾得过来这么多病人？白天下地干活，相互聊闲天时，发现几乎每家小孩都碰到过这个白胡子老人。难道是村子里进了什么邪祟？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万一哪天谁家小孩出事了，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可该怎么办呢？村中突然冒出个只有小孩能看见的白胡子老人，弄得大家人心惶惶，可又都没有什么办法。这时村里老人出了一个主意，既然村里闹了鬼祟，那请人来给他收了不就完了？可请谁好呢？思来想去，大家一合计，村外不远处有群道士，请他们最合适不过。村里派人去和道长商量了个日子，到村子做法。转天就到了定好的时间。这天，村里的大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，要看一看这道长做法的过程，看能不能收了白胡子老人。道士来得很早，一大早就到了村头，先是让人领着在村子里转了一圈，一番打量之后，最后决定在村门口高搭法台，起坛做法。法台上摆着桃木剑、三精灵这些道教法器，道长们手持桃木剑，挑着符纸就开始做法了。一会朝前，一会向后，嘴里面还一直念念有词。村民哪里看得懂这样的场面，只是都不明觉厉，纷纷开始夸赞老道厉害。等到法事结束，村民凑上前去焦急地问道士怎么样了，有没有抓住白胡子老人？这白胡子老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道长摸了摸胡子，摇头晃脑了一会儿后说，只要今晚孩子们看不见白胡子老人，这怪事就算是过去了。至于白胡子老人到底是什么，道长没有交代。收拾完法器，道长就带着这些法器离开村子。这晚，村民都打着12分精神，守候在小孩身边，时时刻刻留意着孩子玩耍的地方，一有什么异常情况，就能马上赶到。大家都希望着今晚能平安无事，但真能这么顺利吗？道士走了之后，白胡子老人还是现身了，而且是出现在徐家。徐家是村里唯一一户不信这些鬼神之说的人家，家里有2个孩子，徐翠兰和徐玉兰。这天夜里，两姐妹正坐在油灯下写作业，桌上的茶杯突然发出了碰撞的声音。徐翠兰一抬头，正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椅子上拿着茶杯喝茶，还一个劲儿地冲徐翠兰和徐玉兰笑，这可把两姐妹吓坏了。徐翠兰惊慌地呼喊着屋外乘凉的父母，听见女儿的呼喊，夫妻俩急忙跑回屋内，忙问孩子怎么了。就在道士做完法后，
白胡子老头还是在夜里现身了，吓得徐家两姐妹失声尖叫。闻声赶来的父母询问缘由，徐翠兰用颤巍巍的语气说：“方才自己和徐玉兰在认真写作业，突然就有个白胡子坐在对面喝茶。”父母再看一旁的徐玉兰，已经被吓得泣不成声了。父亲眉头紧锁，隐约间觉得村子要出大事了，当下只好先安慰两个受惊的女儿。一通忙活后，徐翠兰和徐玉兰直到半夜子时才睡下，睡着了脸上都还挂着泪痕。夫妻俩回到自己房间一商量，总觉得事有蹊跷，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等到了第二天白天，村里算是炸了锅，大人们被折腾得心烦意乱，都没心思干活了。因为昨晚不光只有徐家一家出现了白胡子老头，该请的道长也请了，该做的法事也做了，但村子是变得越来越邪乎。难道这白胡子老头不是邪祟，是神仙吗？转念一想又不对，哪有神仙大半夜不睡觉跑来吓小孩的？就在大人们一筹莫展之际，村里来了个外地人。这外地人手里端着个八卦盘，大热天还披着长袍，嘴里一个劲地嘟囔着。这个外地人引得不少村民驻足观看，其中就有胆大的村民上前搭话，询问他来这做什么。外地人说自己是一个风水师，是被八卦盘带到村子的，还问村民村中近日是否怪事连连。一听这话，村民都围了上来，并给这位风水师讲起了村中出没的白胡子老头。风水师听罢后笑着说：“这怪事能解决。”村民一听事情有转机，可高兴坏了，忙问风水师解决的办法。在双方谈妥价钱之后，风水师才娓娓说道：“小孩天真无邪，所以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，而大人的眼睛是浑浊了，比不了小孩，所以看不见。想要破除也很简单，10天内只要不让孩子们下地干活就可以了。”这么离谱的方法听得村民一头雾水，可既然风水师都这么说了，那就照着做吧。果不其然，大人不让小孩下地之后，白胡子就没有出现了。但徐家是例外，他们本就不信这些，所以徐翠兰两姐妹依旧下地干活。看到别家小孩不用下地干活，自己却天天这么累，徐翠兰委屈地哭了起来，并还说自己又见到了白胡子老头。母亲好像是看穿了女儿的心思，拿着竹条就往徐翠兰身上抽。徐翠兰怕疼，说出了整个事件的真相。原来白胡子老人是他联合整个村子的小孩一起撒的谎，而最后的风水师也是从隔壁找来的。得知真相，叫人有些哭笑不得。孩子小怕累也是情理之中，可终归撒谎还是不好。世上哪有什么鬼怪，还是要相信科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，为我点赞转发，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